兄弟们、姐妹们，给大家说个事儿啊，这个事儿呢真的有点离谱啊。前几天呢停气之后呢，我给大家出了个这个空气炸锅的系列。我还记得评论区有朋友在问阿伟啊，这个空气炸锅都出了，什么时候给我们出个烤箱版本？结果这没过几天，我现在这里又停气了，我都怀疑啊，我门口的气儿是不是你给挖蛋的？今天我就随你个心意，用烤箱给你做6个菜。第一个呢，就教大家做一个这个烤红薯，这个菜非常简单，如果你会的话，就可以直接忽略掉了。红薯呢，选用那种红色的哈，就是它是红心的那种红薯，不要选白心的。好，这个时候呢就很简单，这个烤箱我们开到180度，烤个1个小时。中途呢，我们每隔10几分钟给它稍微给它翻面一下。蛋挞皮你有没有？没有的话，马上下去买。我教你做一个最简单版的蛋黄酥。这个就是成品的一个咸蛋黄，我们包上一层这种莲蓉，用手简单的给它捏一下。记住，一定是用你的掌心哈，用掌心去这样去搓揉它。手上稍微给点铺粉，铺粉什么叫铺粉？就是面粉的意思哈。莲蓉给它包裹在这个蛋黄上面啊，这个馅儿就做好了。大还丹，身上这样去搓吗？你小时候看那个济公就是在身上搓，这样搓一个还丹出来。要吃下去。这时候我们把这个解冻的这个蛋挞皮给它取下来，这个其实就是相当于我们做的这种蛋黄酥的酥皮，你可以这样去理解它。直接把这个我们提前包好的馅儿给它放到里面，把这个口一定要给它收住，包进去，用你这个虎口这样去收它，就底部的口一定要收住，不然它很容易漏的。这个蛋黄酥呢，我今天总共烤了25分钟，就是第一个10分钟的时候，我们拿出来这个给它刷一层蛋液，到15分钟再刷第2层蛋液，到20分钟我们刷第3层蛋液的时候，你就加上这个黑芝麻。然后呢，我全程是用到180度。你在家里面烤的时候，要根据你烤箱的自身情况，因为有些烤箱它的上火和下火它是不匀的，是有区别的啊。你要适当去做一些调整，不要放进去就不管，一定要去中途一定要去看一下，观察一下。烤箱还可以做什么？可以做烤鸡。找个玻璃盆，给少许的盐、白糖、黑胡椒粒啊、花雕酒、生抽。其实也就是基础的有咸鲜味，给点蚝油，再给少许的这个鸡饭老抽。这个时候我们先把这个盐味给它搅拌均匀，姜、葱、蒜，还有一些蔬菜碎啊，我们给它切碎，浇在里面一起去搅拌它。这里面姜、葱这些给它揉碎，还有这个蔬菜碎给它揉均匀。好，这个时候把它鸡放进来，抹到它的身上。这些料呢就不要丢掉，全部放到那个鸡的肚子里面，这样的话这个鸡待会儿就非常的香了。好，我们已经给它揉匀之后呢，放在旁边，让它腌制个20分钟，我们再来烤它。好，20分钟到之后，我们将鸡捞出来，把表面这个蔬菜给它扯干净，因为我们表面要裹一层这个锡纸，所以说先给它弄出来，给它包上一层锡纸。这个目的是防止这个鸡直接给它烤黑，如果锡纸一层的话，它会隔热一些，更好的保护这个皮肤。好，这是直接放到烤箱中。180度我们先烤个20分钟。好，我们经过2次呢，烤了个40分钟，我们现在拿出来。它这个用锡箔纸包裹之后呢，它里面有水分都保留下来了哈。现在这个鸡基本上就烤熟了，我们再给它上点颜色哈，再拿出来。接下来我们将这个烤盘倒点油哈，在这个盘子里面给它刷成油，不然的话这块皮子很容易粘就粘烂了。好，我们给它刷上薄薄的一层蜂蜜啊，这叫蜜汁烤鸡啊。这边也是一样的哈，我们给它刷成薄薄的一层蜂蜜。现在我们把它鸡呢再给它紧皮，收水分，丢进去，我们再烤个15分钟。接着我们再第2次刷一层蜂蜜，把它翻面一下哈，另外一面也给它刷上蜂蜜。来，我们再烤个10分钟。烤鸡好喽！你有烤箱，你有土豆，我今天就教大家做一个好吃的土豆。这个土豆就不要削皮了，洗干净就好了。我知道大家也不喜欢削皮。我们要做一个工作呢，先给它切平一下啊，这样给它下一刀，让土豆呢给它蘸平之后呢，我们接着给它改刀。切的时候不要给它切断了哈，底部呢不要切断。如果你怕切不好的话，你可以放2根筷子在下面，这样的话你的刀切到筷子就不会容易把这个土豆切淡了。锡箔纸给它包起来，放在烤箱烤个半个小时。好，这个呢就是上火和底火同时开了200度，我们先烤个半个小时，把这个土豆烤熟，我们再来做第2步的加工。这下
做一下第二步工作。好，现在我们趁热给它打开，好，烤了半个小时之后呢，土豆基本上就熟了啊。这个培根呢是我提前切好的，我们现在直接在缝隙里面填上培根，每片给它夹上这个培根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再撒上芝士，对，这个芝士就是力量。好，撒上芝士，柠檬黑胡椒盐。如果你喜欢吃辣椒呢，就加点辣椒面也是可以的哈。好，时间到，拿出来，加点这个黑胡椒盐，这是带柠檬清香味的。可不可以做舒芙蕾？可以，你在家就可以做一个超级简化版的舒芙蕾。有多简单？非常简单，只需要鸡蛋、糖和这个柠檬就结束了哈。先来4个蛋，好，我们把这个蛋白和蛋黄分开装，一定给它分开，把它倒干净啊。蛋清里面少许的白糖，加个4勺的白糖，来点这个柠檬汁儿，白糖加个3勺白糖，打蛋器来直接打就好了。好，基本上打到这种起勾的状态啊，就基本上打好了哈。接下来我们再打一下蛋黄，机器呢我们向下稍微洗一下哈。蛋黄呢我们只需要把这个蛋和这个糖给它打化就好了。啊，接下来直接给它倒在一起哈，我们给它搅拌均匀就好了。尽量向一个方向去搅拌它，因为我们打抛的时候，它蛋是从一个方向打抛的，就不要是反方向去搅它。好，接着我们找一个碗，或者是找一个烤盘、托盘也行。我今天就找一个碗，如果你家里面没有托盘，就拿个碗，直接给它倒到碗里面，就上火和下火大概是160度，我们烤20分钟就好了。教大家一个方法，就是你看这个熟没熟，轻轻的给它擦一下就知道了。那这种如果拿出来它里面是稀的是软的话，它就是没熟，这个已经完全熟透了哈。最后我们再投点糖粉，可以让这个舒芙蕾更好吃一些，像下雪的感觉一样。给大家看一下啊，还可以动哈。大家喜不喜欢吃烤鸡腿啊？喜欢吃烤鸡腿啊，用烤箱来做。好，接下来我们腌一下这个鸡腿，给点少许的盐和这个白糖，现磨点黑胡椒碎。来点这个花雕酒、鸡饭老抽，再来点生抽和蚝油，它也是增加它的鲜味。生抽、蚝油，我们给少许的这个十三香，再来点这个辣椒粉。好，这时候给它揉均匀，先把这个盐味啊这些全部给它揉均匀之后呢，我们再搭配上我们腌好这个蔬菜。这个呢，我们在姜里面要腌制25分钟。好，腌好之后呢，我们就将这个鸡腿啊给它弄干净啊，均匀的摆放在上面。这时候呢，下面垫个烤盘，因为它会滴油出来。我们开个200度，先烤个15分钟，中途我们再来刷这个油。中途的时候，我们一定要给它刷点油啊。我们刷的是这个葱油哈，如果家里没有葱油，你用普通油也行，一定要给它刷点油。我们在外面烤烧烤一样。烤鸡的时候还给它刷点这个油，好，我们接着放进去再来烤。好，只要看里面没有冒血水，基本上可以吃。哇，这汁水就直接飙出来了，一擦。好了，兄弟们啊，最后一个鸡腿我就烤好了，我给大家尝一下味道。上次我教过你们吃那个手枪鸡腿的吃法，现在教你们吃这叫什么琵琶腿的吃法啊？这个三口一个鸡腿。首先通过这个烤箱做的方法，其实这个鸡腿啊，只要你不把皮给它砸破啊，它吃的还是非常多的水分，里面的盐味啊，包括蔬菜味的，你都能清晰的吃得出来，能感觉到里面有这种辣椒啊，然后这种姜葱啊，这个味道都完整的保留在里面了。
好了，今天这个烤箱版鸡腿做法就推荐给大家。它比那种传统炸鸡腿它有它的优点。如果你在家里面做传统炸鸡腿的话，首先呢，第一你会害怕宽油，尤其是这个不安全是吧？你会觉得宽油这么的多不安全。第二呢，就是油温掌握不好，容易炸糊了，或者是油温低了下去就脱线了。第三就是这个油容易蹦出来，沾到你的手啊，沾到你脸非常不好。但是烤箱它是恒温的，就比较安全一些。这期呢，主要考虑到大家。这烤箱在家里面都吃灰了，就给大家出了6道菜的菜单，你可以收藏起来，有用的时候拿出来看一看，翻一翻，做一做。我是阿伟，请关注我，你雕的吗偶像。